上辈子江小侯与堂姐议亲之时意外落水，被我救起。我名节难全，他被迫娶了我。妹妹若要这门亲事，姐姐让给你便是，何必故意害小侯爷落水？不是的。别以为你费尽心机嫁进来，我就会喜欢你。你欠阿烟的，我会让你用一辈子来还。侯府深宅困了我一辈子，若有来生，不遇江训，不入京城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前世我跳下去赔了一辈子，这一世我绝不重蹈覆辙。快来人啊！小侯爷和王家二姑娘落水了！你干什么？救命啊！前世我救你，换来一世折磨，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你成为我的枷锁。雪儿，快传太医！方才那宫娥喊的是江小侯爷和王家二姑娘，怎的只见小侯爷一个？还能是怎地？定是二姑娘跳下去相救，自己却沉下去了。救人，孤男寡女湿衣贴身，这二姑娘的民族谱。可我怎么听说小侯爷正与王家大姑娘议亲？这王家二姑娘还真是心机深沉，一箭双雕啊！这些话和前世一模一样。旭哥哥，三皇子待我一点也不好，我好后悔当初没有据理争执嫁给你。是我对不起你，若不是王叔当年设计落水逼婚，我早就娶你过门。他毁了我们一生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分明是我救了人，却落得满身亏欠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把我推入那场婚事里。江旭、王嫣，你们的金玉陵园，我再也不奉陪了。贱婢，此处哪有我家二姐儿？你空口白舌，攀污我家二姐儿清誉，安的什么心？奴婢不敢撒谎。我二姑娘许是沉入水底了，求主母派人下水探查。来人，下水去找。不必找了，没有其他人，是我自己失足落水，自己爬上岸的。奇怪，江旭怎么会说没有我？他明明看见我了。参见长公主。跟本宫来。路上偶遇王二姑娘，这孩子与本宫投缘，便拉着多聊了几句，倒是过了时辰。多谢长公主抬爱。这丫头打小就心思深沉，我早就防着她抢嫣儿的婚事，今日这事蹊跷得很，定是她自导自演，想攀附江旭。能陪殿下聊上几句，是阿琛的福气。这出戏怕是还没唱完呢，我得尽快查清前世推江毅落水，今生推我下水的人到底是谁。姑娘，您去哪儿了？担心死奴婢了。去查查，今日赴宴的宾客中都有谁穿了青灰色的衣裳，特别是宫里的侍从。前世的账，今生我要一笔一笔算清楚。是姑娘。妹妹，江小侯爷送我的耳环掉了，大约是落在湖边了，你替我去找找可好？好。
关天，救人要紧！姐姐，前世我只当是意外，今生我才明白，从你让我去湖边找耳环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设计好了一切。怎么才来？方才小侯爷落水了，你可知晓？妹妹已听说了，小侯爷可有大碍？应是无妨。工人送了姜汤来，你随我一道送进去吧。姐姐，我就不进去了。这是为何？小侯爷方才受了惊吓，姐姐与他情分深厚，此时该好好宽慰才是。我一个外人处着，反倒碍事。而且，方才园子里流言四起，妹妹还是避嫌为好。情分深厚，什么外人内人？你这张贫嘴！我与小侯爷虽亲近，却也不曾避讳过什么。你在旁边又有什么打解？二位姑娘怎么都站在风口？江小侯爷又不是洪水猛兽，倒吓得你们不敢入内了。这是霍廷，我舅舅家的表兄。霍小将军，这是我家二妹妹王追。霍廷见过二姑娘。见过霍小将军。小侯爷脸色还是不大好，方才可吓着我了，都怪我没能早些赶到。不碍事，阿烟不必自责。小侯爷向来怕水，今日怎么去湖边了？我见假山旁的玉兰花开得正好，想摘一朵送你。小侯爷记错了，我不喜欢玉兰花，我喜欢的是海棠。是吗？我记错了，可我分明记得。王嫣只喜欢开得热烈的海棠，喜欢玉兰的人是我。今生我和他毫无交集，江旭怎么会记得我的喜好？方才那些流言真是离谱，听说是阿芝推小侯爷落水，准备美救英雄。那些人哪里知道，我们阿琛在青州长大，水性极好。若是他做的，小侯爷哪用得着喝那几口湖水？那确实可惜。不过有时候救人的时机也讲究分寸，早一分是恩，晚一分变成了特例。小侯爷这话说的，救人还有什么分寸？有的，只是阿拈良善，哪里知道人心的险恶。二姑娘的水性那般好，想来最懂什么叫恰逢之时。原来他也重生了。原来江旭也重生了。姑娘，您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快把焦汤喝了暖暖身子。三皇子他又打我了。别怕，我明日便上书参奏三皇子，为你讨一个公道。你姐姐在火坑里，你在侯府享福，王晨，你不觉得亏心吗？他从不问我过得好不好，他只觉得我抢了本该属于堂姐的一切。江旭，我们和离吧。你害得我与阿烟这般惨，如今想走？姑娘，您怎么了？江旭，前世的债我已经还清了，这一世我们两不相欠。阿琛，昨日见了霍小将军，觉得如何？小侯爷，王家二姑娘最近和霍小将军走得很近，几乎每日都在王府相见。前世费尽心机逼我娶你，如今转头就想嫁霍廷，王真，你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他这是在敲打我。旁人都信了长公主的说辞，只有他只会怀疑昨日这场落水是我为攀附江勋而设的苦肉计。阿成，霍表兄性子爽利，人也上进，又是知根知底的，可是一门好亲事呢。大伯母说的是，霍小将军确实很好，全凭大伯母做主，侄女愿意一试。好孩子，你是个懂事的。
霍廷是北境将军，手握兵权，王大娘子和王嫣不敢轻易得罪他。嫁给霍廷，我就能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，再也不用受他们的控制。这是我摆脱宿命最好的机会。听闻二妹妹近日在读医书，我特意寻了这本《金匮要略》来。表兄如今可跑得比我们府的门房还勤啊！哈哈。二妹妹快看，飞高了！京城里定亲的人家一桩接一桩，唯独永昌侯府始终没有动静。阿珍，你说小王爷他还会不会来提？他会不会变心了？不会的，小侯爷待姐姐是真心的，姐姐放宽心。大姑娘、二姑娘，永昌侯府送赏花请帖来啦！太好了，小侯爷还记我，外头都传遍了，这赏花宴是要为小侯爷相看呢。二姑娘，这是你的。阿珍，你也有帖子？王家两位姑娘若只请姐姐一个，岂不是太着痕迹了？想来是侯府思虑周全，怕姐姐一人赴宴会害羞，特意让我去给你作伴打掩护呢。这自己江小侯爷，你的这份是江小侯爷的亲笔。江旭，你又想做什么？哎呀，许是府上哪个先生代笔的，恰好与小侯爷字迹相近罢了。姐姐莫要多想。再说明日长公主在城西教场设了射箭雷，热闹非凡。我早就跟人约好了要去凑热闹，侯府的赏花宴便不去了。姐姐安心去便是，定能拔得头筹。也好。走城西，校场路远，莫要耽搁了时辰。妹妹玩得尽兴。如此，她总该放心了。妹妹玩得尽兴。糟了，是王爷做的手脚。二姑娘，车柱上的笋头好似被人动过。他果然还是不信我，他要杀我。二妹妹受惊了。霍小将军是跟着我的马车出的城，还是说将军的府邸恰好也在这条路上？原来阿烟说的不对，她说二姑娘性子温顺，见人就笑，今日才算见了真章。车都快撞树上了，你头一件事不是害怕，是来盘问救命恩人。霍小将军还没回答我的话。二姑娘面上对我笑，心里那扇门却关得比城门还紧。这些日子我又是送药又是送书，陪着姑娘在园子里放纸鸢，二姑娘真以为我这么闲？我想着，与其在府里热脸贴冷床，不如今日赌一把，看看真实的王二娘子究竟是什么模样。他是在替王嫣遮掩，他和王嫣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霍小将军倒肯费功夫。不费这些功夫，
又哪有此刻这遭英雄救美？霍小将军如今倒是坦诚。走不走？再磨蹭，较长的靶子都让人射完了。江勋、霍廷、王嫣，既然你们不肯放过我，那就索性奉陪到底。这一世，谁也别想再摆布我的人生。好剑法！天哪，这都10几剑了，剑剑把仙。霍小将军的剑术是出了名的，没想到王家二姑娘竟能与他分庭抗礼。这样比下去，天黑也分不出胜负，实在无趣。二姑娘头上那只玉兰簪，不如借来做个彩头。我就站在此处，一箭射落他，便算我赢。霍将军疯了，这可是姑娘家，万一失手，太危险了，简直是胡闹！公主，这太胡闹了，万一伤了二姑娘，如何是好？二姑娘，敢不敢赌这一回？将军请。二姑娘，好胆色！我相信将军的剑法，只是将军摔坏了我的玉簪，可怎么赔？既如此，那就用将军的玉佩来赔吧。王二姑娘真是好剑法，还生得这样一副好容貌。别说霍小将军，老奴都看直了眼。您瞧他手里的弓都忘了搁，魂儿都飞了。刚才弄坏了阿珍的玉簪，这只赔给你。看来我们来的不巧，错过了一场好戏。小侯爷，这株芙蓉开得真好。我记得小时候来侯府也见过这棵树，那边的海棠也开了。小侯爷可还记得？前我摘了海棠花做花签。方才在宴上，侯夫人夸我的绣活精进了呢。小侯爷若是不嫌弃，改日我给小侯爷绣个香囊可好？旭哥哥。阿言，此处人多嘈杂，我带你出去走走吧。好，都听旭哥哥的。走吧，马车已经备好了。他从来不会躲开我的触碰，今日是怎么了？旭哥哥单独带我出来，莫不是要跟我说什么提己话？难道是提亲的事？
旭哥哥，咱们这是去哪儿？随便走走。可这是出城的路啊！出城做什么？赏花宴还没结束，难不成是去看什么人？校场，王真今日就在校场。旭哥哥是来找王真的。旭哥哥，咱们要叫场了。前世，他在我面前从未有过这般模样，总是低眉顺眼，温顺的像一只绵羊。原来他也会笑，也会这般。看来我们来的不巧，错过了一场好戏。妹妹今日好风采，姐姐在侯府赏花，旭哥哥说要带我去散散心，倒没想到来校场了。不过也好，正好来看看妹妹的剑术。阿珍，你胆子也太大了些，竟敢让霍表兄一箭射散你的头发，那可是利剑啊！若是偏了一寸，姐姐看着都替你害怕。多谢姐姐关心，霍小将军剑法如神，我信得过他。哈哈哈，承蒙二姑娘信任。王二姑娘倒是比我想象中更有胆色，不知善水，更善拨弄人心。小侯爷谬赞，我这不过是有些微末技艺罢了，不值得小侯爷如此夸赞。倒是小侯爷不在赏花宴上陪姐姐，跑来教场这等粗鄙之地，才叫人意外。怎么，王二姑娘管天管地，还管得了我去哪？不敢，只是姐姐难得去侯府做客，小侯爷却将她带到这满是风沙的地方，实在不是待客之际。你是在教训我？小侯爷，二姑娘只是实话实说，何况二姑娘是霍某带来的，她自有霍某护着，不劳小侯爷费心。霍小将军倒是热心，只是有些人怕是你护不住的，那就试试看。好了好了，年轻人见面就掐，成何体统？既然都来了，不如来场热闹的。你们几个都是京城里数得着的年轻人，让本宫看看你们的本事。殿下请说。本宫记得教场西侧有片马球场，你们4人正好分作2组，打一场马球，本宫出1枚玉佩做彩头，赢的那队来取。玉佩就不必了，我更喜欢二姑娘头上那只簪子，若我赢了，那簪子归我。江西，那是霍某送给二姑娘的。怎么，霍小将军怕输？小侯爷要我的簪子，那若小侯爷输了呢？本王自然不会输。万一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是请小侯爷记住，这只簪子是我的东西。小侯爷若赢了，我双手奉上；若小侯爷输了，从此之后，请小侯爷不要再插手我的任何事。好，很好。阿珍，姐姐有事。我方才在台下可真是吓了一跳，小侯爷放着长公主的御赐玉佩不要，竟然指名道姓要妹妹的发簪。妹妹不觉得奇怪吗？小侯爷的心思，我一个外女不敢妄加揣测。阿珍，你跟姐姐说实话，你可曾对小侯爷动过心思？姐姐放心，别人的东西我从来都不稀罕。小侯爷，听见了，人家根本不稀罕你。江旭这个人，前世我没想过要，今生是根本不想要。他从前的骑术就这般好，
前世我娶了她，竟从未见她展露过愤懑。她到底还藏着多少我不知道的事？天哪！王家二姑娘骑马竟也这般俊，谁说不是？比好些爷们儿都利落。阿珍，当心！王二姑娘，愿赌服输，把簪子交出来。若你肯求我，我也不是不能。给你。对不住，阿珍，最后一球是我大意了，被他钻了空隙。无妨，不过一根簪子罢了。小将军回头再送我一根便是。要比这只更好看的。好，回头我去京城最好的玉铺，挑最温润的和田紫玉，给你打一支独一无二的玉兰簪。王真，你还真是水性杨花，前世为了嫁入侯府，不惜设计落水，毁了自己的名节也要赖上我。这一世看没办法嫁我了，转头就攀上了霍廷，对着他笑得这般苍烂。小侯爷，您的手！无碍，我不过是嫌那个簪子脏罢了。你，霍小将军，一只簪子而已，不值得。王真，小侯爷，还请自重。让我自重？那你呢？你和霍廷……我和霍廷如何就不劳小侯爷腰心了？好疼！旭哥哥，我的脚好像崴了，能不能麻烦你送我回府？男女有别，授受不亲。阿言腿脚不便，还是同二姑娘乘一辆马车回去更为妥当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方才射箭时你盯着他看，怎么不想着授受不亲？你拉着他胳膊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男女大防？王二姑娘球技出众，今日这般风采，倒是让本宫瞧见了后生可畏。霍小将军，你好生送王二小姐回府。臣遵旨。她坐我的马车。不必，我与霍小将军骑马回去。二姑娘是不在意名节，还是不在意王家被旁人说闲话？我的名节与世子何干？前世今生，他见过我哭，见过我忍，见过我在他咬着唇忍气吞声。他看惯了我的温顺，却不知重生一回。我再也不会任他摆布。至于王家的闲话，世子现如今还未当上我姐夫，就赶着来训诫妻妹吗？确实，不与我相干。我脚崴的厉害，妹妹还是跟我坐马车回去吧。也好。今日出城前，我马车的车轴被人动了手脚，若不是霍小将军及时赶到，我现在恐怕已经躺在城外的沟里了。姐姐可知道这件事？是我心窄，我怕你喜欢他，怕你说去笑场是假，半路折去赏花宴才是真。我在你车轴上动了手脚，又安排霍廷跟着。你若折返，他便拦你；你若没折返，他正好救你。阿琛可知，赏花宴上海棠开了满架，花开的那样好，好到所有人都停下来看。他没看花，也没看我。后来他忽然说宴席人多吵闹，要带我去走走。我高兴了一路。到了校场，他看见你散着头发站在风里一动不动，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他带我出来不是想和我独处，他只是需要一个由头来找你。我说过，我不喜欢他。姐姐是信不过我？对，你不喜欢他，可他喜欢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阿珍，你是真看不出来，还是装看不出来？他今日为何扔下满堂宾客，带着我跑到教场来？
为何放着好好的赏花宴不管，偏要跟你打那场马球？为何要你的簪子，又为何折了它？他看你的眼神，我认识那种眼神，我比谁都认识，因为那就是我看向他时的样子。他说的每一个字，都像在撕裂我前世所有的认知。江旭说过，我欠王嫣的，要我用一辈子来还。那眼神是恨，不是爱，一定是恨。你说的这些，我一个字也不信。姐姐，江旭心里从始至终，妹妹这话说的，谁能保证一个人的情谊永远不变？也好，不管他喜欢谁，这辈子我都要嫁给他。阿珍，我7岁就认定了旭哥哥，为了他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，任何人都不能跟我抢，尤其是你。妹妹别推我！哎呀，这不是永昌侯府的江小少爷和王家大姑娘吗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孤男寡女这般搂抱，成何体统啊！这还王家大姑娘被小侯爷抱着，清白都没了，两家肯定要成亲。可不是嘛，之前就听说两家在议亲，这下更是板上钉钉了。旭哥哥，方才真是吓死我了。幸在有你在，今日这般情景，嫣儿的名节，以后只能仰仗旭哥哥了。旭哥哥，放开我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小侯爷怎么拉着王家二姑娘的手？江旭，放手！江小侯爷，莫要失了体面。小侯爷今日英雄救美，与姐姐郎才女貌，实乃天作之合。我真心替姐姐高兴，祝二位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白头偕老，和他，我竟然根本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子。我想象不出清晨醒来看到他的脸，想象不出和他同桌吃饭，想象不出和他共度一生的任何一个画面。我抓着他不放，不是为了报复，是因为我舍不得。我见不得他对别人笑，见不得他离开我，是因为我早就喜欢上他了。我不喜欢王嫣。旭哥哥，你说什么？他刚才说了什么？他说他不喜欢我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说他喜欢的人是王正。你欠阿嫣的，我会让你用一辈子来还。你在侯府享福，王轸，你不觉得亏心吗？你害得我与阿嫣这般惨，如今想走。小侯爷说笑了，你喜欢的人是我姐姐，前世今生从未变过。这样的话，小侯爷以后不要再说了，莫要辜负了姐姐的一片真心。江旭、王成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跪下！不知侄女犯了什么错误，伯母要我跪。犯了什么错你还有脸问？我王家好心好意把你从青州接来京城教养，供你吃穿，教你规矩，可你呢？你嫉妒你姐姐的好姻缘，费尽心机从中作梗，
从赏花宴上笑场，从落水到今日当街闹剧，哪一桩哪一件少得了你在里面搅弄是非？如今更好，竟敢在马车里推你姐姐，你是想要她的命吗？伯母说我嫉妒姐姐的姻缘，可我若是真嫉妒，为何从头到尾我都不曾主动靠近过江小侯爷半步？至于推姐姐下马车，要推人的不是我，要下毒手的也不是我。姐姐，今日在马车上，你亲口承认了什么？你敢当着诸位长辈的面再复述一遍吗？我承认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。姐姐说，今日我的马车车轴是姐姐让人动的手脚。姐姐还说，是为了让我去不成笑场，怕我抢了江小侯爷。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阿言怎会做这种事？姐姐若没做过，又怎会亲口承认？伯母若不信，大可以派人去查那辆马车的车轴。今日街上的事闹得满城皆知，阿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小侯爷所救，名节已然有损。这门亲事今日必须有个说法。侯爷夫人，我们王家与侯府世代交好，阿烟与小侯爷又是青梅竹马，如今有了今日这一遭，不如趁热打铁，把两个孩子的婚事定下来，这也是全了两家的颜面。这婚事自然是要看旭儿的意思。不错，婚姻大事总归要旭儿自己喜欢才好。那时我告诉自己，我恨他，是他毁了我和阿烟的一生，可我却不敢承认。看到他流泪，我的心会疼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只是在监视他，可我却记得他站在玉能花下的样子，比花还要好看。我告诉自己，他这是罪有应得，可我却在他死后守着那座空院子，看了10年的玉兰花。阿珍，对不起，我骗了自己一辈子，也骗了你一辈子，直到今天我才敢承认，我早就爱上你。旭哥哥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答应过要照顾我一辈子的。方才在街上，所有人都看见你抱了我，你若是不娶我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下去？父亲，母亲，儿子不孝，儿子不喜欢王嫣，不能娶她。不可能。既然旭儿心意已决，这门亲事就此作罢。改日我自当亲自登门赔罪。孽障，真是孽障！我们王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都是你这个扫把星！若不是你，阿烟怎会落到今日这般地？永昌侯府的亲事，那是阿烟等了10年的亲事。伯母方才可听见了，江小侯爷说他不喜欢姐姐，这是他亲口说的。这件事从头到尾与我无关。好，你还敢嘴硬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来人，把他关进祠堂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出来，不准给他饭吃。妹妹跪了这许久，膝盖可还受得住？姐姐若是来送药，就放下吧；若是来说话，就不必了。你赢了，旭哥哥为了你当众拒婚，宁愿被禁足也不肯娶我。王真，你可真有本事，我从未想过和你抢。你还说没有？如果不是你，旭哥哥早就娶我了。都是你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！我告诉你，王真，旭哥哥是我的，这辈子都是我的，我不会把他让给任何人，尤其是你，你休想得到他！方才弄坏了阿芝的玉簪，这只赔给你。原来推我下水的人竟然是他。阿珍，这跪了一夜，可知道自己错了？侄女愚钝，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。伯母知道，这些日子你受委屈了，可你要明白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王家着想。
你爹娘走得早，伯母不替你操心，谁替你操心？霍小将军你是见过的，人品相貌都是1等1的好。霍家是将门世家，霍老将军在朝中威名赫赫，这门亲事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你若是错过了，往后可别后悔。伯母说的是，霍小将军待我极好，我愿意的。好孩子，这才是懂事的好子。伯母这就替你张罗。什么慈母心肠？当初把我从青州接来，不过是想拿我做王爷的垫脚石，如今怕我抢了王爷的夫婿，又急着把我推给霍廷。没关系，你们总会知道谁才是妻子。你今日心情很好。是啊，难得天气好，霍小将军又肯陪我出来踏青。你愿意出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以前约你10回，你推脱8回，最近倒是爽快多了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人总会变的。就像这春光，你若一直躲在屋里，就永远不知道外面有多好。那你是觉得我还不算太差？霍小将军文武双全，哪里差了？王真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嫁给别人吗？你就这么不想和我在一起吗？听说对着桃花许愿，愿望就会成真。你有没有什么想许的愿？许愿？霍小将军也信这个？以前不信，现在信了。你说，我就信。那我想许的愿是……阿渣渣，霍表兄，妹妹和霍表兄偷偷出来赏花，也不叫上姐姐，好不偏心。姐姐怎么来了？旭哥哥说今日天气好，带我出来散散心。我们倒是不巧，打扰了妹妹和霍表兄的好事。妹妹，方才我跟旭哥哥过来的时候，看见那边有座小亭子，景色极好，咱们一起过去坐坐。姐姐有心了。阿烟，旭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霍表哥，你待我妹妹可真好。我看啊，你们的喜酒怕是要喝在我千天了。嫁了人又如何？嫁了人还可以改嫁。我江旭看上的，这辈子都不会放手。江旭，你若是再口无遮拦，休怪我不客气。霍小将军，今日时辰不早了，我们回吧。阿正，我有话想问你。这些日子，你待我与从前不同了。你对我笑，陪我赏花，应我的约，这些都不是被逼的，对不对？霍小将军对我好，我都知道。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准信儿？朝廷的调令下来了，下个月我就要随长公主北上。阿正，我想在走之前把我们的事定下来。你若愿意，回来我就让我爹去府上提亲。你愿不愿意？阿珍，霍廷，当日推我下水的人是你吧？
你怎么知道的？一开始只是怀疑，直到前几日，王嫣在祠堂掉了那只和田玉镯子，我才彻底确定。方才弄坏了阿珍的玉簪，这只赔给你。二位姑娘怎么都站在风口？我派人查过，京城琳琅玉铺的林老师傅一年只接3单私活，但是今年他同时接了2单，一单是王家大姑娘的海棠玉镯，另一单是霍小将军拟定的玉兰簪，两亭用的是同一块和田紫玉料。还有，第一次在偏殿廊下见你时，你的确没有穿青灰色的衣服，但你右袖口沾的那片青竹叶，只有御花园沁芳池边才有。你喜欢王嫣，可她心里只有江旭，你帮她设计我落水，想让我失了清白，被迫嫁给江旭，这样王嫣就会死心，你就能趁虚而入。可惜我救了江旭之后就走了，让你的计划落了空。你查到的都对，但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阿征，后来我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，我早就不喜欢王嫣了，我喜欢的人是你。从前是我卑鄙，但阿珍，你冷静想一想，王大娘子不会容你，江旭纠缠不薛，你在京中举步维艰，嫁给我是你最好的选择，我能护住你。你为什么这样看我？你们这群男子可真是奇怪。从前江旭在我和姐姐之间挑来选去，觉得选错了人便要换一个，你也是，先是喜欢姐姐，后来又说喜欢我。你们问过我一句愿不愿意吗？你们挑来选去，把我当成什么货物，还是随手可换的棋子？如今更好，江旭逼我在他和自由之间2选1，你逼我在你和绝路之间2选1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这辈子非要在你们2个之间挑一个？凭什么我要像货物一样被你们挑来选去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你说嫁给你是我最好的选择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为什么要嫁人？我为什么一定要在你们之间做选择？阿征，我只是想护着你。护着我？霍小将军，你当初推我下水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护着我？你替姐姐安排英雄救美的戏码时，怎么没想过护着我？你觉得如今你对我动了心，你的喜欢就成了对我的恩赐，我就该感激涕零的接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觉得比起江旭你更好，比起绝路嫁给你更好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我根本不需要这个更好，也许我有第3条路，也许我谁都不选。我不选，我王真这辈子谁也不要。谁也不要？他说他谁也不要，那我这么长时间争的是什么，抢的是什么？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跟我抢。我不嫁给你，依然有我的好去处。在沁芳池，你明明救了江小侯爷，为何要偷偷离开？救人是不忍见一条性命逝去，可若是留了性命，便会坏了江小侯爷与王家大姑娘的姻缘，也毁了自己的名节。与其惹上一身麻烦，不如悄然离去。你倒是通透。臣女不想依靠任何人，只想自己做主自己的人生。长公主巾帼不让须眉，征战沙场，保家卫国，活得潇洒自在，臣女十分敬佩。求长公主收留臣女，臣女愿随长公主出征北境，上阵杀敌，就算是做一个帐前小兵，臣女也心甘情愿。好一个有骨气的女子，本宫答应你，从今往后你就留在本宫身边。这枚玉佩还给你，从此以后你我两清，再无瓜葛。小侯爷深夜擅闯女子闺房，不怕旁人笑话？阿珍，嫁给我。
小侯爷，请回吧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前世我误会你，冷落你，让你在侯府困了一辈子。这一世我补偿你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只要你愿意嫁我。我不愿意。为什么？你还在恨我？江心，你想恨便恨，想爱便爱，想换人便换人。前世你恨我入骨，今生你又说你爱我，你的恨与爱翻来覆去，可曾问过我一句愿不愿意？前世你认定是我设计落水，50年来从不问我一句真相。如今你发现自己爱我了，便跑来求我嫁你。你对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，对姐姐又何尝不是？你觉得你如今不喜欢姐姐了？你想过她以后怎么做人吗？我当众拒婚，是因为我不能再骗她，也不能再骗自己。那前世呢？前世你为了姐姐冷落我50年，如今又为了我抛弃姐姐。江旭，你的感情翻来覆去，你觉得自己深情，你不过是在我和姐之间来回挑选。你今天说喜欢我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等你发现自己又恨我了，是不是还要再折磨我一辈子？不会的，我绝不会。你说不会就不会。前世你也说过，绝不会对我有一丝一毫的好，你做到了。今生你又来说这些话，凭什么让我信你？你们都一样，你们从来只看见自己。你的恨，你的爱，你的愧疚，你的补偿，哪一样是真的为了我？不过是为了让你自己心里好过罢了。不是的，我是真的。是什么？是发现前世误会了我，所以愧疚，还是发现原来我没有那么可恨，所以动心？江勋，你恨我的时候不问我愿不愿意，你爱我的时候也不问我愿不愿意，从头到尾你只在乎你自己的感受，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。我是你恨意的靶子，是你愧疚的寄托，是你爱情的投射。可我是什么？我王峥自己是你想过吗？阿成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你错了，你错在哪里？是错在恨错了人，还是错在爱错了人？若是前者，你该去查真相；若是后者，你该去找别人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不必来找我。若早知道救了你会被困死在永昌侯府一辈子，前世我宁愿你死在湖里，也绝不会下水救人。你就这么恨我？不，我不恨你，恨太费力气。我只是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牵扯。对不起。姑娘，方才小侯爷来过了。蓝翠，把书架上那几本兵书拿来。兵书？姑娘要看兵书？不只要看，还要背。姑娘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这些书都是男子看的，姑娘家看这些，传出去怕是又有人要说闲话了。我从小到大听的闲话还少吗？前世我规规矩矩做了一辈子大家闺秀，到头来困死在四方院里，连一朵都会结不。这一世，我不等了。等什么？等别人来安排我的命。长公主麾下有精兵强将，随她出征也好过在这院子里等着被旁人决定终生。出征？姑娘，您没跟我开玩笑吧？那可是要死人的地方啊！您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怎么能去那种地方？未出阁的姑娘怎么了？长公主能征战沙场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在京城这潭浑水里，我迟早要被人生吞活剥。只有去北境，我才能真正为自己活一次。姑娘，那奴婢跟您一起去。你不会舞，不会骑马，去了只会吃苦。你在京城好好的，等我回来。若我回来时有了自己的府邸，我第一个接你过去。三更天，你先去睡吧。姑娘不睡，奴婢也不睡。二姑娘，您快去看看大姑娘吧，她病了好些天了，昏昏沉沉的，一直在叫您的名字。阿晨，阿晨，怎么烧得这样厉害？大夫怎么说？大夫说是忧思过度，又受了风寒，药灌了好几副，就是不退热。姑娘昏睡着，一直在叫二姑娘的名字。阿正，你嫁给旭哥哥，是不是过得很苦？姐姐，你做了好长一个梦，
梦里你下了水，救了旭哥哥，所有人都骂你。我梦到你嫁给了江旭，在侯府过得好苦好苦。你每天都在哭，每天都在等他回头看你一眼，可他从来没有。我还经常去侯府，故意在你面前和他亲热，看你难过的样子。我真是个坏人。你在侯府像一朵种错地方的玉兰花，越来越枯萎。我看见你一个人站在院子里，玉兰花落了满肩，没有人帮你扶。我看见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躺在榻上，连朵花都接不住。阿珍，那是真的吗？我梦见的是真的吗？姐姐烧糊涂了，说的是胡话。不是胡话，我在梦里看见你端着一碗鸡汤，站在书房外面，听见旭哥哥说若不是你设计落水逼婚，他早就娶了我。你的手被烫红了，你都觉不着疼。王嫣竟然真的梦到了前世之事。我还梦见你写了一封和离书，他看都不看就烧了。你说要走，他抓着你的手腕说，你害得他与我这般惨，如今想走。阿琛，我梦见你在他面前哭，他看都不看你一眼。我梦见你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玉兰花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阿琛，对不起，是我让你去找耳环的，我不知道会变成那样，我不知道你会那么落苦。可他若存心害我，又怎会让我下水救人？姐姐让我去湖边，只是碰巧让我撞见了那一幕。他从未想过要把我推给江旭。我这辈子做了好多错事，我怕你抢走旭哥哥，我在你车轴上动手脚，我在马车上假装被你推下去，我把你当成我的敌人，可我从来不知道你在梦里过得那样苦。姐姐，那只是个梦，不是梦，我知道不是梦。你看我的眼神从那天落水之后就变了，你从前看我是看姐姐，后来你看我是看一个陌生人。我知道你一定经历了什么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我知道一定是我对不起你。姐姐好好养病，等病好了再说这些话不迟。阿珍，你来了。我病这些天想明白了很多事。从前我总觉得只要旭哥哥娶了我，我这一生就圆满了。可他当众拒婚那一刻，我最难受的不是他不娶我，是我发现原来这么多年我从来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我对他不过是执念罢了。从7岁那年开始就觉得他是我的，越得不到越想争，争到后来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，争的是他的人还是争那一口气。我还做了些很多混账的事，弄坏你车轴，在马车上假装被你推下去。这些事我做了，我认。你恨我是该的。我不恨你，从前恨过，现在不了。你不过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鸟，以为把另一只鸟挤走就能多分一口食，可笼子还是笼子，不分大小。你这话说的真狠，可你说的对，我们都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鸟，只是我以前不知道，我还以为自己有多聪明，多会算计，其实我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都不知道。现在知道了吗？还不知道，但至少我知道，不是我以前以为的那样。阿珍，我要去青州了。去青州？我跟爸妈说了，想去青州老宅散散心，那里离你长大的地方近。你不是说你老家门前有棵玉兰树吗？你不在，我替你去浇水。还有这个，那日校场上小侯爷折断了它，后来他又修好了，他托我还给你。我知道你未必想要，但我想这簪子你留着也好，不是留他的人，是留个念想，提醒你，你曾经为了自己的命跟所有人打过一场硬仗，你赢了。姐姐什么时候走？再过几日，我病好了就动身。阿晨，我梦见的那些事是真的吗？你不用回答，我只是想说，如果那是真的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会那么苦。我若知道，我绝不会去找那儿这儿，我绝不会弄坏你的车轴。都过去了，你不恨我？恨太累了。我不恨你，也不恨江旭，不恨任何人。我这一不想再把力气花在恨上，我有更想做的事。你要去哪儿？去一个能自己做主的地方。阿珍，这些年在伯母身边，伯母待你……阿征，
是伯父没用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你爹娘走得早，我答应过他们要好好照顾你，可我食言了，伯父对不住你。我是个糊涂人，一心想着让阿嫣嫁入高门，处处算计，还拿你做垫脚石。你是我亲侄女，我本该疼你护你，却处处为难你。我这样的人不配做你的伯母。阿珍，伯母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你怨我恨我都是应当的。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句对不住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伯父伯母不必如此，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。姐姐要去青州散心，伯母好好为她打点吧。你放心，阿珍，你真的不恨我们？恨太累了，我不想再恨任何人。至于我，也有自己的路要走，不日便随长公主北上。北上？你要去战场？是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你一个姑娘家……伯母，我从前也以为自己只能做后宅里的姑娘，可现在我想明白了，我能做的不止这些。好，这才是我王家的女儿。你放心去，你爹娘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你骄傲的。殿下，你想好了？北境不是京城，风沙大，天寒地冻，刀剑无眼。你这张脸到了那里，可没人会因为你是王家二姑娘就手下留情。殿下当日答应臣女的时候，臣女便想好了，臣女不要特殊照拂，别人能做的，臣女也能；别人能吃的苦，臣女一样能吃。好，本宫帐下不养闲人，你既然来了，便从军中文书做起，军情文书、粮草调配、舆图会这些都要学，做得好，本宫自然会提拔你；做不好，也一样受罚。谢殿下。那日在御花园，你浑身湿透了，跪在本宫面前说想跟着本宫上战场。那时候本宫就知道你这孩子心气比天高，本宫没看走眼，你比本宫见过的许多男子都要强。殿下谬赞，臣女不过是想为自己寻一条出路罢了。不必谦虚，本宫用人从来只看本事，你的本事本宫已经见识过了，能在校场上和霍廷分庭抗表，能在马球场上让江系拼尽全力才赢你一球，这份胆魄不是谁都有的。你将来在军中凭本事说话，不必仰仗父兄，不必依附夫婿，你自己便是自己的底气。去吧，好好准备，3天后大军开拔。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王氏女真幸会行端，晓畅兵事，为长公主所赏识，特准其以帐前护卫之职，随长公主北上御敌，赏锦缎100匹，白银1000两，以资军用。钦此。民女接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王姑娘，快请起！长公主亲自向陛下求的这道赠与，满京城独一份的恩典。老奴在宫中当差30年，还是头一回见到未出阁的姑娘以军职随军出征。王姑娘，先祝姑娘是倾国得胜，凯旋归来。多谢公公吉言。兰翠，取银子来。阿珍，北境酷寒，刀剑无眼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家里永远是你的后盾，若是受了委屈，只管写信回来。伯父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这把老骨头还能替你跑几趟京城。你爹娘在天有灵，看到你今天的样子，一定比我这个当伯父的做得好。伯父伯母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也会照顾好麾下的将士。前世困在四方院里50年，连走出那扇门的资格都没有。今日这道圣旨不是谁的恩赐，是我在校场上一件一件射出来的，是在马球场上拼尽全力赢回来的。从今往后，我的命由我自己做主。阿珍，我给你熬了点红枣粥，明天就要走了，今晚好好睡一觉。姐姐怎么还没睡？你身子才好，该多休息。我睡不着，一想到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，我就放心不下。来，趁热喝。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在青州，你总跟在我身后跑，那时候你才这么高，胆子却大得很，
爬树掏鸟窝比男孩子都厉害。有一回从树上摔下来，膝盖磕破了，你硬是没掉一滴眼泪。后来你爹娘走了，你被接到京城，就变得不爱说话了。我知道不是你不想说，是这里没人真的想听你说。是我不好，我那时候不懂事，总觉得你抢了我的东西，处处针对你。等你从北京回来，我们重新做姐妹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才对。北京天冷，你一定要多穿点，受伤了要及时上药，别硬扛着。你这个人从小就倔，疼了也不肯吭声，在战场上可别这样。谢谢你姐姐。跟姐姐客气什么？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等仗打完了，我们一起去青州，去看你老家门前那棵玉兰树。好，我一定会回来。阿珍，给你。里面的东西我都分好了，棉衣在最上面，护膝在左边的袋子里，平安符缝在你贴身的衣襟上。昨晚我又加绣了几针，你记得带在身上。金疮药、驱寒散、退热丸都在右边的布袋里，用法我都写了字条夹在里面。路上要小心，到了战场上更要小心，刀剑无眼，不要逞强。我知道了，姐姐回去吧，外面风大，我等你回来，不管多久，姐姐都等你。出发。末将霍廷愿随长公主北上御敌，保家卫国。末将江旭意愿同往。两位不在京城享福，跑到这荒郊野岭做什么？霍廷，你的调令还没下，本该在兵部等候安排。江旭，你父亲永昌侯可知你出京？末将身为武将，保家卫国是本分，将在外居命有所不受，何况末将只是提前归队，还请长公主成全。家父知晓，他说江家的儿郎没有躲在后面的道理。末将愿以普通士兵身份入伍，绝无半分特殊。若为军令，愿受军法处置。好，本宫帐下正缺人手，既然你们两个都铁了心，本宫也不拦着。霍廷归先锋营，仍统旧部；江旭到中军帐听用，负责文书传递和军情联络。你们两个给本宫记住，入了军中便是兵，没有侯爷将军的特权。末将领命。我以为斩断了所有牵绊，他们却还是跟来了。也好，前世欠我的，今生想还的，都到战场上去还吧。匈奴屡犯我边境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。今日我们站在这里，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大晋的土地寸土不让，大晋的百姓不容欺辱。寸土不让，不容欺辱。王志听令，末将在。你剑术高超，命你为先锋营弓箭手对正，统领500弓箭手，随霍廷将军驻守前哨，每日操练，严防偷袭。末将领命。霍廷听令，命你为先锋营主将，率军巡逻，确保前哨无虞。末将领命。江旭听令，命你为中军参军，协助本宫处理军务，制定作战方略。末将领命。阿征，等等我。前哨营地条件艰苦，我已经让人给你收拾了一间单独的帐篷。还有，这是北境的详细域图，上面标注了匈奴经常出没的路线，都是我这几日找当地猎户和老兵核对过的，你拿着。多谢霍将军，这份舆图比军中的更详尽。跟我就别客气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。在这北境，咱们好歹也算是同袍。不好，是匈奴！快敲警报！
弓箭手准备，放箭！阿珍小心！霍婷，霍婷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！俊一，快叫俊一！霍婷，你醒醒，你不能死！你欠我的还没还清，你推我下水，骗我那么久，你怎么能死？别哭了，我没事。你还给我的玉佩一直贴身带着，刚才那一箭正好射在玉佩上，替我挡了。你看，裂了一道缝，但没碎，我就被冲击力撞晕了一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你吓死我了！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拿什么赔给霍家？我怎么舍得死？我还没等到你心甘情愿跟我说一句原谅呢。昨夜偷袭虽然被打退，但匈奴不会善罢甘休。据探子回报，匈奴大单于亲率10万大军，正向雁门关逼近。我们只有3万兵力，必须出奇制胜。殿下，末将以为应当坚守雁门关，等待朝廷援军。不可，雁门关内粮草只够支撑1个月，等援军到了，我们早就饿死了。末将以为应当主动出击。末将有一个计划。匈奴的粮草全部囤积在黑风口，地势险要，正面防守严密，但后方背靠悬崖，防守薄弱。我们可以派一支精锐小队，趁夜从废弃墓道绕到兔后，烧掉他们的粮草。粮草一失，敌军不战自乱。此计虽妙，但太过冒险。黑风口有3000精兵把守，一旦被发现，小队便会全军覆没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斧？末将愿亲自带队前往，若失败，愿受军法处置。末将愿同往。末将剑术尚可以掩护小队撤退，在暗处放冷箭，比近身搏杀更用得上我。末将愿率部在山口接应。你们放火我断后，咱们3个配合，谁也别想掉队。好，江旭任队长，王忠任副队长，霍廷负责接应，挑选50名精锐士兵，今夜子时出发，都给本宫活着回来。末将领命。分3组，第1组跟我去放火，第2组王震带人引开巡逻兵，第3组霍廷在山口接应，得手后山口集合，谁也别磨蹭。是。往西撤，把他们往东引，我们往西跑，注隐蔽。撤！快走，右侧有匈奴骑兵追上来了。别愣着，他们还有追兵，快走！坐下。
我给你包扎，把盔甲解开。太深了，我用金疮药先止住血，回去得让军医重新处理。你忍着点儿，会疼。谢谢你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刚才你救了我一命，从粮仓到撤路也是你一直护着我。我不会让你受伤的，永远不会。你们3个好样的！启禀殿下，匈奴粮草被烧，全军大乱，大单于已经下令撤军，辎重都来不及带，正往北溃退。太好了，赢了！传令下去，全军出击，乘胜追击，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到漠北去。是。杀！左翼包抄，右翼压上，不要放走一个。我们赢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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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战能大败匈奴，全赖3军用命，其中3功尤为显著。江绪黑风口献计，王成率队烧粮草，霍亭山口断后掩护全队。你们3个居功至伟。奇袭黑风口是末将和王参军共同制定的计划，没有他精准的箭术掩护和引开巡逻队的智谋，末将连粮仓的门都摸不到。末将只是做了分内之事，倒是霍将军断后时一人射退12名追兵，护住了全队的退路。你们2个别互相推了，咱们3个一个出主意，一个放冷箭，一个堵后路，缺了谁这仗都打不赢。能为大晋效力是末将的荣幸。你们倒学会互相吹捧了。本宫已经写好奏折，800里加急奉往京城。这仗打完，你们3个的名字满京城都会知道。启禀殿下，京城800里加急，陛下召大军即刻班师回朝。传令下去，3天后班师回朝。末将领命。回朝之后，陛下必有封赏。你们3个都还年轻，往后的路长着呢。想好了要往哪儿走吗？谢谢你们赶走了匈奴，我家的房子被他们烧了3回，这回终于能安心种田了。姐姐，你是女将军吗？我长大了也要当女将军。好，不过你要先好好吃饭，把身体养壮实了，才拉得开弓。这就是我拼死守护的东西，不是功名，不是封赏，是这些人的屋顶和屋顶下的日子。阿珍，那个小姑娘送你花的时候，你笑得比在京城时真多了。霍将军看错了，我只是在想，能活着回去真好。阿珍，回到京城后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好，等回到京城再说。出发！臣参见陛下，臣幸不辱命，大败匈奴主力，收复云州、朔州、代州3城，擒获敌将11人，斩敌3万余，北境3000里再无狼烟。好，好，好！长公主此战不仅解了雁门关之围，更让匈奴10年之内不敢南下。朕的镇国长公主果然名不虚传。臣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快快请起，你们都是大郑的功臣，
朕已在宫中备好庆功宴。今日没有君臣之分，只有凯旋的将士。王姑娘好样的，女子也能上战场杀敌。多谢江将军、霍将军，我儿子在云州多亏了你们才活下来。阿正，这里，姑娘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此次北伐大获全胜，全赖诸位将士用命。今日朕要论功行赏。长公主赵氏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特封为镇国长公主，10亿3千户，赐黄金1万两，锦缎1000匹。谢陛下。霍廷身先士卒，屡破敌阵，黑虎口1役率部断后，护全队安然归来，特封定远将军，10亿1千户，赐黄金5000两。谢陛下。江旭奇谋卓绝，火烧敌军粮草，为决胜立下头功，特封安远将军，10亿1千户，赐黄金5000两。谢陛下。王成以女子之批抛甲上阵，献弃黑风口，亲手擒获敌军主将。巾帼不让须眉，朕心甚慰。特封安平县主，赐府邸1座，良田1000亩，黄金1万两。臣谢陛下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对。阿珍，你太棒了，你是县主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。好孩子，你受苦了，回家伯母给你炖了你最爱吃的莲子羹。好，这才是我王家的女儿。姑娘，不对，现在是县主了。这院子可真漂亮，比王家的院子好多了。以后您就住在这里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您了。这棵玉兰树跟您老家的那棵一模一样。是啊，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了，我自己的家。阿琛，我给你做了桂花糕，搬新家要吃甜的，讨个吉利。谢谢姐姐，快坐。这院子真好，还有这么多玉兰花，跟你老家的一样。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你在树下扎马步，我坐在树上看你。记得。那时候姐姐嫌我扎的不好，还从树上摘了朵花砸我。阿珍，江旭和霍廷昨天都派人来问你什么时候有空，他们都想约你出去。听说两人各自准备了东西，一个拿了花，一个拿了弓。启禀县主，江将军和霍将军同时来访，正在府门外等候。说曹操，曹操到，快去吧，别让人家等久了。阿征，城南的玉兰林开了，比侯府那几棵开的还好。我想约你去看花。阿征，城西新开了一家教场，里面有百步穿杨的箭靶，比咱们上次比试的那个还远。我特意来约你去射箭。霍将军的调令还没下，这么闲；江将军的伤臂还没拆绷带，就急着赏花。阿珍，前世今生我欠你太多，我不求你原谅，也不求你选择我，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用余生留在你身边。你说过你需要时间去相信，我等，一辈子都等。阿征，我不像他欠你那么多，我只知道从校场上你一箭射断我的玉佩开始，我的眼里就只有你一个人了。我骗过你，但我以后绝不会再骗你。嫁给我或者不嫁给我都行，只要你别再把我推开。城南的玉兰林，城西的新校场，听起来都不错。不过我今日约了长公主商议军务，没空。改日吧，等我忙完了，一个一个约。他说改日，他还说一个一个约，他没拒绝，他也没答应，所以先来后到。什么先来后到？在校校上是我先认出他的。